直接两家出名了，两家姓高的跟姓郭的还是出名了。啊，有老山这回两山，别往那山上，别人往来。夹子尺一拿就。不能用，不要把那个不能用，就干掉，放地上。就是啊。儿子放哪里？这个放地上，放地上，放地上。先，就那个是。来点了。你顺便检查一下哈，你们一家一家做的时候，这个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松。我看有些是松的。砖基础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圈梁，水泥的圈梁。这总共造价有加房需要多少？差不多5万块以内，包括工资。冬暖夏凉，冬暖夏凉。对。已经做好几年了啊，就在协助农村推动这个生态环保的建筑。它这个墙体能将来以后用啥材料啊？有一部分是砖，那大部分是草跟土。经济，然后又环保啊。对，不过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以前那种比较不牢啊。那我们这主要的结构就是钢构了。啊，尽量不要用水泥，不要用砖。哦，对。那你不用水泥，不用砖，它不结实，不是不牢固啊？不会。你那个土它时间长了，它不一反潮了，它不。不会是吗？我们这屋檐都比较长，雨水打不到。雨水打得到的地方，我们就外面还砌了那个斗砖呢，把它包住，水就冲不到。哦，你比如这不是2层，它盖2层楼吗？第2层还是要用水泥板吧？没有，不用水泥板了。那用啥东西？水泥板我们用竹架板，上面打薄薄的水泥。竹架板。那你竹架板比较1层这个房顶，你看中不看成竹架？不会，两面都打。在吊顶。吊顶。对。啊，竹板上面。不会洗吊顶。哦。你竹板上面打水泥。对，薄薄的一点。薄薄一点，那它走了它不摆吗？动啊？不会，很牢了。也用这个钢结构可能拧固定不，钢网有一些铁丝网，这个水泥薄薄的就可以。是吧？那你这个也可以铺木板了，他们因为它有木板哦，他们就铺上木板，2楼木板也可以。对，这个木板这个应该说比这个水泥板好嘞。轻呐，主要是轻。主要是。对，任何人都可以做，就是那个村里头的大伯大妈都可以做的。对。盖2间房子他们都会了。对。你们要学的话就跟他们学就好了。他说没有吊车的话，用拉的还简单。我们就做一个剪2根料，长的料，打个斜撑啊，打个斜撑，就这样撑着，这边拉一条线，然后这边拉的话，它就反弹。好了，好，可以了哈。那边注意啊！好，停。
后边有人拉啊！起来！我们怎么了？开门。恭喜高嘉跟郭嘉，哎，这个克服万难，上梁大吉。那也感谢书记，还有我们合作社社员的辛苦跟支持，还有我们学员那么认真啊，预祝大家顺利成功，谢谢。我们推动在农村哈，中国农村推动这种的建筑物哈，那当然是要环保的、绿色的、可持续的建筑，哦，这是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都用一些绿色建材，用钢、用土、用草、用回收的砖，哦。其实不只是这个技术问题，还必须要思考怎么样跟当地的社会条件、文化条件结合。所谓的社会条件，最简单讲就是它的经济条件。那绿色环保建筑这个东西技术问题比较容易解决，但是怎么样因应中国农村的特性，好，来推动这种房子。我们现在想象的方式，我们现在推动的方式，透过合作社的方式来做。主要就是合作社它本身是一种半封闭的经济体系。简单讲，就是合作社它最大的任务是服务社员。服务社员，我们譬如说，他盖房的这个业务来源主要是社员，他可能占80%，20%是非社员的，也就是他进入市场。为什么说服务社员有一个基本的业务来源的时候，他会比较容易运作？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计划式性的生产，它可以调配它的农闲的时间，不要跟农事冲突。它可以有计划的让剩余的劳动力呢充分的发挥，也就是创造他们在地的就业机会。那这样子，他就可以一方面解决自己住房问题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以把这个剩余的劳动力呢，透过住房创造它的经济价值。但是希望一种状况是说，透过社员的盖房的劳动成果做担保，由合作社出面跟银行楼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比较能够跟我们主要的这个金融体系能够结合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利用比较便宜的资金来投入到房屋建设里头。我们要让农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投入到这个营建体系来。如果说这个营建体系呢，我们推动的这个房子是非常专业取向的，只有少数专业者可以做的，那这个用意绝对没有办法执行的。我们原先讲，如果让剩余劳动力能够透过建法
创造它的价值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这里面一个技术关卡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让盖这种房子，它的技术门槛降低，只要有手有脚的、有劳动意愿的人都能够参与。这是我们建筑专业要克服。我们最终是希望，因为这个屋型或者合作社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不可能只有一种屋型，它有各式各样的需求，所以我们虽然是我们一直强调这种构造跟它的配置跟它的开放性，所谓开放性是它的弹性。同样的，我们这个做法的话，它弹性很多，它可以应付很多的变化，但是它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还要不断的开发新的屋型，因应市场不同的需求。不只是说在设计上、技术的研发、材料的研发、屋型的研发，这都是要成本的。我们是希望说，我们跟合作社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关系。但比如我们提到的设计的问题、开发的问题，他没办法做。另外就是品管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他们盖这个房子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设立一种卡片就是记载这个房子的像病历表一样，它的营建的过程、它的屋型、它的品管要点，谁负责的，建立一个每户有它的资料库，这方面我们的对这个东西的追踪管理。这部分的工作就是我们跟这个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的关系。很多的业务可以很多合作社联合起来一起做，甚至于我们开发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建材，一个绿色环保的建材，也可以大家合作社大家合资来做。就是说合作社之间还是要有联系的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合作社之间要成立一个联合社。联合社很多事情可以在联合的过程当中去解决、去开拓，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互惠的一个合作体系。那很多的教育训练，单一的合作社它不能做，包括技术的训练、管理的训练，这个东西是我们就可以做，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这是我们跨出学校第一个村落、第一个项目。也是把我们的理念具体落实的一个试点。从我们开始做到现在，其实我们很关注，就是别人、其他村民对我们的观感都是非常正面的。所以我们一直担心说，是不是农民不会接受这种的建筑物？我觉得那都过滤，只要你的房子确实是好的，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们也有市场的竞争力。非常强的竞争，这个一方面对合作社来讲是好处，对我们推展也是很正面的。从实际的营造或者它的设计的过程当中，重新凝聚他们的部落的一个意识。可持续这个东西跟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是不一样的概念。那个我今天去河南大学演讲，那很多都对我们做的项目怀疑，那有一位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的3农问题专家，听一半就走了，觉得不可行，心里这样想，他没有讲。我想他表情就是说，你们这样子搞不起来，他就走了。所以我们搞得起来，搞不起来，搞得起来，搞得起来是吧？就这句话了。好，谢谢。这感觉这个新生事物非常这个有那么一个劲儿，这个干活非常卖力。哎呦！老何，哎，这你不叫我？用这个反正你不叫我？姑娘情绪回来了，
这个活儿进度也快了，这一段时间。以后不是咱赶紧做，这赶下个月地方多很。也设计是个新的设计，从来没见过，是不是？这都很感兴趣，哎。远方的人，我问你来自哪里？你能否告诉我一下？阿瓦尔湖里。我在这里的工作主要就是把泥和好，把砖用好。以后我的房子还有盖建筑房，盖这生态建筑房，政府是不可能的，必须靠我们自己踏踏实实的干。来我们这个海城搞这个生态建筑非常感兴趣，也非常感动。听说家里我们合作社的人员要盖房子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和那个教务生已经去了。来自哪里？是被拖下水的吗？不是，一开始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些生活中一些缺失的东西，在这里能找到。是我们领导在这个网上看到了生态建筑，他对这生态法特别感兴趣。一不小心错过了，所以这一次我来了。这个地方我们先去那边放。是的，这种房子你总得有人开头吧，总得有人相爱。你不相爱，你不相爱的话，有时候他们没人敢盖。是落还是离？失去人在等待他归来的消息。行了，真的，行了。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。不要笑啊！他说你按照晚操，你们哎，不要搁这弄。哎，你真的吗？妈，我可以让送操一万回家。谢谢的好啊。该撒去了。我说我正在山上，这山在天天呀过着天天的山。这山上，这回两人，别往山上，别人忘了。我也高了，我也接下来我下去。要穿的什么人，要是家长欢，要是从小的，不要上八路的，八路么好嘞。城门关的很，专门搞的问题，家里人不想要去，别人找的我管的样子嘞。哎呀哎呀哎！